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聊聊位于柯伊伯带的两颗神秘的天体——冥王星和可能还不太为大家所知的反冥王星王神星。在我上学的那个年代，那时候的天文学告诉我们，太阳系有9大行星，还有数量众多的小行星、彗星和行星的卫星，以及我们太阳系的核心——太阳。2006年，冥王星被降级成了矮行星，太阳系内的天体的分类也发生了变化。卫星和彗星基本没有变，但原来的大行星分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行星这个分类。小行星这个分类被分成了矮行星和新的小行星2个类别，并且把冥王星从原来的大行星行列，也就是现在的行星的类别里给除名了，纳入了矮行星的范畴。至此，太阳系的9大行星变成了8颗行星，冥王星则成为了矮行星的老大。像谷神星这样的原来被归类为小行星的天体，由于体积较大，在新的分类中也被纳入了矮行星的范畴。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冥王星被逐出大行星的范畴？又是什么原因天文界要划分出矮行星这个新的类别呢？其实，在1930年之前，人们认为太阳系只有8大行星，但是天文学家发现，天王星和海王星似乎还受到一股未知的引力的影响。此前，通过对天王星轨道射动的分析，人们发现了海王星，所以人们猜测，在海王星的外面可能还存在着一颗未知的大行星，人们把这颗未知大行星称为 X 行星。后来，人们真的在预计的 X 行星的轨道附近发现了冥王星，并认为它就是那颗 X 行星，也就是后来被大家认定的第9大行星。不过很快，人们就发现冥王星和其他的大行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首先就是冥王星轨道的偏心率出奇的大，甚至比水星轨道的偏心率还要大。它的近日点距离太阳30个天文单位，远日点则有50个天文单位。冥王星的轨道偏心率接近 25%。 其实冥王星由于它的椭圆轨道非常扁，导致它有的时候会出现在海王星轨道的内侧，也就是说，在某些时候，冥王星并不是离太阳最远的行星。不过，不管怎么说，冥王星都离我们非常遥远，而且不仅远，冥王星的体积还特别的小，还没有月球大。冥王星的体积虽然小，但它也有自己的卫星。目前已经发现的冥王星卫星就有5颗，其中最大的卡戎直径达到了冥王星的1半，而且冥王星和卡戎还相互潮汐锁定，所以与其说卡戎是冥王星的卫星，还不如说它俩其实是一个相互围绕旋转的双星系统。刚才我说到冥王星的个头非常小，那现在把它从行星的队伍里踢出去，是不是就因为它太小的原因呢？应该说，小并不是主要原因，甚至还不能算是直接原因。我们所说的太阳系内的行星，其实一般指的是大行星，但是太阳系内广义的行星不仅包括了大行星，还包括很多小行星。原来大家认为这些小行星大部分都集中在木星和火星轨道中间的区域，这里也被称为小行星带。后来人们才意识到，在海王星轨道之外的一片区域，还存在着分布更广的小行星彗星聚集区。这片区域后来被以发现者的名字来命名，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柯伊伯带。冥王星的地位之所以尴尬，就是因为它正好处在这个柯伊伯带上。冥王星是第一个被观测到的在柯伊伯带上的非彗星天体，当时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它所处的区域还存在着很多的天体等待着我们的发现。所以冥王星究竟是属于行星还是小行星，主要就要看行星的定义了。2005年系神星被发现，起初发现它的时候还认为它的体积比冥王星还要大，不过后来人们发现它其实要比冥王星略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冥王星都算是大行星了，
那么这颗细神星是不是可以算作太阳系的第10大行星呢？而且在那之后，人们又在附近的区域发现了不少类似的天体，这下大家就开始纠结，是该修改行星的定义，还是该增加行星的数量呢？整个天文学也陷入了巨大的争议。2006年，在第26届国际天文学联合大会上，各国的天文学家针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和投票，最后大家达成一致，对原来大行星、小行星这2个分类重新进行划分。新的分类把这些天体分成3类，也就是行星、矮行星和小行星。根据最新的分类方法，取代原来大行星的是行星，它被定义为：第一，这个天体一定得围绕着太阳运转，同时还不能是其他行星的卫星，这条就可以把行星和卫星给区别开了。第二，这颗行星一定要足够大，以至于在自身的引力作用下能够达到流体静力平衡的状态，也就是呈现出球形，这条就把行星和大部分小行星给区分开了。因为很多的小行星就像一块石头一样不规则，所以它们就只能算是小行星。第三，行星还要有能力把自己轨道上的其他天体给清理干净。当然，位于自己轨道上拉格朗日点上的特洛伊小行星则不在其列。关于特洛伊小行星，以后另找时间我再向大家介绍。如果天体能够满足3条中的第1条和第2条的要求，却不能满足第3条要求，那就会被纳入矮行星的范畴。因为冥王星不能清除位于它轨道上的其他小天体，所以冥王星就不再属于行星，而是被纳入了矮行星的范畴。像谷神星这样原来的小行星，也正是因为满足了以上3条中的第2条，所以才升级成了矮行星。而如果一个天体只能满足第1项要求，不能满足第2项和第3项要求，则只能被纳入小行星的范围。经过这番调整，冥王星除了坐上矮行星的头把交椅之外，还得到了一个头衔，就像地球和类地行星、木星和类木行星一样，类似冥王星的天体也被称为类冥天体。类冥天体可以看作是矮行星分类下的一个子类，是矮行星的天体不一定是类冥天体，比如细神星、鸟神星这些属于类冥天体，而谷神星虽然也属于矮神星，但它就不属于类冥天体。为什么谷神星不属于类冥天体呢？表面上看是因为谷神星在小行星带，类冥天体则都在柯伊伯带，但本质的原因是因为它们的形成机制不同。像谷神星这样的小行星带的天体，因为距离太阳比较近，而且受到木星强大的引力影响，它们的主要成分都是岩石和金属。而柯伊伯带的天体因为距离太阳很远，所以它们表层的成分是以固体形态存在的甲烷和水冰。因此可以说，类冥天体是一类带有冰壳的岩石星球。从照片上看，冥王星有一个很明显的地貌特征，就是它上面那个心形的图案，这也被称作冥王之心。冥王星上也存在着稀薄的大气，主要成分和地球一样，也是氮，但大气中还含有不少的甲烷。在2015年之前，因为距离地球太远，对冥王星大小的多次测量结果都不太一样。2015年，新视野号冥王星探测器飞过冥王星，这次终于可以通过探测器近距离地探测冥王星了。最终测得的冥王星直径大约是2370公里。依据这个测量结果，天文学家最终确认，冥王星的体积要大于细神星，是当之无愧的矮行星之王。冥王星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的行星，或许只能跟在一大堆大哥后面默默无闻，现在它却成了矮行星队伍里的领头羊，可见对冥王星来说，它的降级并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儿。所谓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不管怎么样，它的降级对天文学来说确实有着重大的价值。看似一个小小的归类问题，却进一步地完善了天文学的体系构架。自从2015年新视野号探测器发回了冥王星的照片，
人们就对它表面的那个巨大的心形结构感到困惑。困惑不仅在于它的外形，同时还有地质成分以及海拔高度等。从照片上看，这块心形地形有着极高的反射率，尤其是它左半边显得尤为光滑，并且此处比冥王星表面的大部分地区要低了3到4公里。科学家们一直好奇，这颗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后来，研究人员通过模拟，成功地再现了这种不寻常的地形的形成过程，表示它很可能源自一次天体的碰撞。在太阳系的早期，一颗直径大约是700公里的小行星与冥王星以15到30度的夹角发生了侧面碰撞。碰撞发生后，小行星的研制核心进入了冥王星的冰层里。很快，撞击所融化的冰层，包括小行星上的冰层，快速流动，覆盖了冥王星全球，使冥王星的表面变得异常光滑。这次研究不但解释了冥王星上新型地貌的形成原因，也使科学家们对冥王星的内部构造有了新的判断。之前的理论认为，冥王星的地下应该存在着液态的海洋，不然无法解释部分板块漂移的问题。然而，通过这项研究，人们发现，这很可能根本就不是什么板块漂移，而直接是由撞击带来的后果。简单的介绍完了冥王星，再让我们来看看另一颗有趣的星球。这颗星球也位于柯伊伯带，它的很多特征和冥王星非常相似，而运行的轨道却似乎又和冥王星相反，因此被称作反冥王星。这个天体就是王神星。王神星和冥王星一样，也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海王星外的天体，大部分时间都游走在柯伊伯带，因此它也被归类为柯伊伯带天体。2004年2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德帕罗马山天文台无意间捕捉到了一个微弱的光点，这个光点的运动轨迹不同于已知的任何天体。经过一番仔细的分析和计算，天文学家确认，这个光点可能是一颗位于海王星轨道外柯伊伯带中的一颗小行星。后来，随着对该天体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发觉这个天体从各方面来说都和冥王星非常的相似，因此人们用王神奥加斯来为它命名，翻译到中文就是王神星。我们知道冥王星的英文是 Pluto， 这个名字源自于罗马神话中的冥界之神，它主宰阴间，类似于中国神话里的阎王。而奥加斯这个名字则是罗马神话里的死神，同时也是誓约之神，掌管着地狱的刑法，有点类似于我们的钟馗。科学家给他们俩起这么像的名字，可见这两个天体应该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虽然王神星的直径不到1000公里，不及冥王星的一半，但它的轨道和冥王星轨道非常相似。大家从屏幕上可以看到，蓝色的椭圆就是冥王星的轨道，而红色的椭圆就是王神星的轨道。可以看出，两者的椭圆不仅相似，而且轨道都存在着较大的倾角，并且两条轨道的倾斜方向正好相反。不仅是这些，这两个天体还都和海王星轨道形成了3:2的轨道共振关系，也就是说，它们俩每绕太阳转2圈，海王星刚好绕太阳转3圈。在公转周期上，王神星的公转周期是247.5年，而冥王星是248年。在上百年的时间里，两者仅差0.5年。王神星另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竟然也有卫星。王神星的卫星叫王卫一，万斯。万斯在神话里是位引导者，也就是引导着死者的灵魂进入冥界的神明。这个名字正好又和冥卫一卡戎呼应上了，因为卡戎在神话里是冥王的船夫。前面通过介绍，我们已经知道卡戎是冥王星5颗卫星里最大的一颗，直径大约是冥王星的一半。它和冥王星几乎可以看作一对相互环绕的双星系统。而对标卡戎的万斯，它的直径也几乎是王神星的一半。而且和卡戎与冥王星一样，万斯和王神星也处于一种潮汐锁定的状态，因此万斯和王神星
也构成了一个双星系统。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是否意味着万斯和卡戎的起源也差不太多呢？目前认为，冥卫一卡戎可能是在一次巨大的碰撞中形成的。当时，一颗和冥王星体积相当的天体与冥王星发生了侧面碰撞，由于不是正面碰撞，这个天体的主体部分得以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并形成了后来的卡戎。和卡戎的设想差不多，万斯也被认为是一个大型天体的碰撞碎片。根据流体动力学的模拟，这块碎片形成于40亿年前，在大约太阳系形成后的6亿年左右，一颗体积和王神星相当的天体以45度角与王神星发生了侧面碰撞。碰撞后，该天体留下的一块比较完整的碎片就变成了后来的万斯。如果这种撞击假说是真的，那么这两个天体应该有着相似的密度和成分。根据目前观测的结果，王神星和万斯的密度确实是比较接近，它们的表面也都主要是由冰来构成。不过，由于没有近距离的观测数据，所以这些数据的准确性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尽管王神星非常有趣，但目前我们对它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说到原因，第一是因为它距离我们实在是太远了，第二是它的体积的确是比较小，即使用最先进的望远镜，我们也只能对它进行一些基本的观测。如果未来我们能够发射像新视野号冥王星探测器这样的探测器，去近距离的观察王神星和万斯，到时候一定会有不少的收获。研究王神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太阳系的外缘这些区域，这里面可能包含着太阳系最古老的物质，保存了太阳系诞生之初的信息。冥王星、王神星以及其他海王星外的天体，对我们了解太阳系的形成和演化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通过对它们的研究，科学家们不但能够更好地了解柯伊伯带的结构和性质，同时也能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太阳系的诞生和演化过程。好，关于冥王星和反冥王星，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